们会发现啊，现在很多肚子大、腰粗、有赘肉的人，通常都是因为久坐不锻炼，再加上饮食不正常而导致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减掉大肚腩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身体挺直，全身放松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举起双手，五指并拢，手背微微的弯曲，然后用双手拍打腹部这里，每次拍打5分钟，力度适中即可。这样拍打腹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加速脂肪分解，排出毒素。每天拍打2到3次，能帮助很好的减掉脂肪，让肚子越来越小。想要减肥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除了多运动外，平时饮食也要多注意，少吃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。晚上睡觉前呢，尽量的不要吃东西。大家还可以配合喝点冬瓜荷叶茶，能够很好的帮助减肥瘦身。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改善痔疮的方法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呢因为久坐久站、不良的饮食和作息习惯，让痔疮成为一种高发疾病。痔疮让人坐立难安，真是很烦人。那该如何调理呢？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腿上藏着一个痔疮穴，每天按一按，帮你赶走痔疮。这个穴位就是承山穴。承山穴在小腿后面正中的位置。当出现痔疮时，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1分钟，然后过30秒再按压1分钟，反复做就行，以感觉酸麻为宜。按摩承山有很好的消炎止痛、润肠通便的作用，而且还能降低直肠淤血，促使痔静脉的收缩，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作用。大家如果不想痔疮反复发作，就需要注意不要久坐，少吃生冷、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同时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，这样才能帮你远离痔疮的。精神压力过大、饮食不规律等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使乳腺出现增生和结节，从而产生肿块，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影响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长按手上2个反射区，有助消除乳房肿块。第一，少泽穴。少泽穴在小手指尺侧，指甲角旁0.1寸。少泽穴是手太阳小肠经的穴位，按摩时用食指按压1到3分钟，以感觉酸胀为宜，具有调气血、通血脉的功效。经常按摩少泽穴，对调理乳腺增生，比如乳腺炎、乳汁减少、乳腺结节等，都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，掐按会阴点。会阴点在小手指中关节上，中关节的内侧，按摩时可以将小手指弯曲，然后用拇指进行掐按3到5分钟，感觉有刺痛感即可。按摩会阴点对乳腺增生和肿块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。除了按摩，女人有乳腺增生要注意心情保持开朗，不要生闷气，还要保持饮食营养均衡，多吃水果蔬菜，这样对乳腺健康有很大帮助。最后，由于身体机能开始减退，身体健康也会出现问题，影响人长寿。所以男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要注意保养身体了。如果还能做到2个动作，说明身体还挺健康的。动作1，胯部下压。自然站立，双手叉腰，将左脚向前迈出1大步，右腿弯曲向下压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右腿保持伸直。保持5秒钟，再换右腿做同样的动作。若能顺利的完成这个动作，说明关节灵活度和身体的柔韧性，还有骨骼的健康还很好。动作2，单腿站立。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抬起右腿，将右脚放在左腿的大腿内侧，单脚站立1分钟，然后再换左腿。这个动作可以刺激脚部的经络穴位，还能够改善大脑功能。那赶紧自测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做。哎，你说我这个脚脚关节那起个包可疼了。哎呀，那是不是痛风啊？妈，那痛风就是体内尿酸高了呀。都说呀，能吃是福，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食用过多的高嘌呤食物，导致体内尿酸过高。而我们常说的痛风，就是因为尿酸高引起的。所以呢，不想尿酸高，要少碰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动物内脏。我们平时吃的海鲜和动物内脏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嘌呤，经常吃会使体内尿酸升高，还会增加痛风发作的概率。第二种，啤酒。啤酒现在已经成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了，
但是尿酸高的人一定要少喝，因为酒中含有的乙醇会使人体内的乳酸增多，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泄，很容易使尿酸不断的升高。所以尿酸高的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。那想要降尿酸，可以常做一件事，就是多喝水，每天最少喝2000毫升的水，最好呢是温开水，对促进尿酸的排泄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，比如太极拳、游泳等，对降低尿酸。哎呀，这不做一天了吗？整的腰酸背疼的，完了，一到晚上吧，浑身难受，睡不好觉。哎，那可咋整啊？哎，不跟你说了，婶子，我去想想办法去。最近呀，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，上班一直坐着，弄得腰酸背痛的，而且呢，下班回到家浑身难受，睡不好觉。如果长期这样，身体得不到放松，很容易呢出现腰肌劳损、脊柱变形的情况。所以，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，可以呢在睡前做2个拉伸动作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两脚微微打开一点，然后右脚向左迈一步，两腿交叉，同时腰部往下压，双手放在一起往下伸展。做完再换左脚往右迈一步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左右。动作2：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大约1米宽，然后身体往右侧弯曲，右手碰右脚脚踝，左手往上伸展，眼睛看向左手的手指尖，保持5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。睡前做3分钟左右即可。这2个拉伸动作每天睡前坚持做，可以放松肌肉和脊椎，缓解疲劳，不仅能缓解腰肌劳损和腰痛，还能够促进深度。每天都会排尿，但是你会特别注意自己尿液的颜色吗？不会。那你就应该注意了。如果呀尿液颜色发生2个变化，那就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了，千万别忽视了。第一种，尿液发红。如果呀发现自己的尿液发红，就像是出血似的，就要考虑可能是泌尿系统出现了问题，比如结石，或者呢肾脏出现炎症，也会出现尿液发红的情况。第二种，尿液发黄。正常的尿液颜色呢，应该是淡黄色、透明，而且没有浑浊的。但如果呀尿液颜色变得很黄，可能是上火导致的，还有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那男性朋友如果发现自己的尿液颜色出现异常变化，一定要引起重视，很有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动作。坐姿腰背挺直，将双手手掌放在腰部的两侧，然后从上向下进行摩擦，反复的做3分钟，以感觉微微发热为宜。或者呢，双手握成拳，敲打腰部也可以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100次左右。因为腰为肾之府，敲打腰部可以健肾壮腰，疏通经络，有很好的强身健体。咋了？你说我这胸闷也闷，气儿也短的，咋整的呢？天天就感觉这心脏滋儿滋儿的疼啊！哎，沈哥呀，我看你这些表现有点像心脏供血不足呀。哎呀妈，那咋整啊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我今天呢教你一招，来改善一下。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和工作呢压力变大，熬夜的也越来越多。那不少人会出现心脏供血不足、头晕目眩、胸闷气短等现象。这时呢就要注意保养心脏了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好方法，对搓2手的大鱼际。大鱼际呢在我们手掌，当我们伸出手，大拇指根部这里明显有个凸起的部位，这里呢就是大鱼际。按摩大鱼际呢对保养心脏有很好的辅助作用。只需呢2手相对，然后呢这样上下交替，2个大鱼际呢向相反的方向对搓，搓100下左右，使整个手掌发热即可。那大鱼际呢是心脏的反射区，经常刺激大鱼际就像给心脏做按摩。那搓大鱼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心脏供血，对改善胸闷气短、头晕目眩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心脏供血不足，平时还要注意不能够过度的劳累，少吃油腻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保持良好的情绪，可以帮助保持心脏健康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关注侃侃养生。
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